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确诊胃癌后，我找了一家专管轮回的寺庙，据说这庙可以帮人斩断尘缘。结婚6年，我不是裴思然最想娶的妻子，拼命生下的儿子也从未叫过我一声妈。我希望我死后，这个庙可以帮我斩断尘缘，来生不再因裴家父子烦心。可惜不巧，我去庙里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彻底忘了19岁之后的事情。邻居竹马将伤痕累累的我捡回了家。许久之后，裴思然带着儿子来接我回家时，我正被竹马拥在怀里。苏木婉，你都要死了，还不抓紧时间陪陪孩子？裴思然声音冰冷，难以理解我的背叛。可我只是疑惑地看向竹马，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竹马捏紧了拳，朝男人砸去。一个想获得关注的输家，一个跳梁小丑罢了。和裴思然结婚的第6年，他的初恋回国了。我抱着马桶不停呕吐时，裴思然在客厅接到了他的电话。柔软脆弱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，裴思然原本不耐的神情立刻变成了心疼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温念念，这点小事影响不了我和我夫人的感情，你少自作多情。裴思然声音低沉，用羞辱的言辞替他们频繁的暧昧开脱。我抱着马桶吐得呼吸困难，见他要走，匆忙出声，裴思然，我不舒服。可回应我的只有大门被猛然摔上的声音。温念念是裴思然的初恋，上个月他退学回国，在和裴思然同居过的公寓里发了一张割腕照片。他打电话给裴思然，凄凄切切问，哥哥，我现在后悔是不是已经晚了？我知道当年是我对不起你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愿意原谅我吗？彼时，裴思然正压在我身上，气息粗重地叫我老婆。他看上去痴迷于我，我不信他会理会前任。可听到温念念的声音后，裴思然毫不犹豫地抽身而去，穿衣服的速度甚至比刚才脱衣服时更快。我赤裸在那里，难以理解。正如此时，我吐得浑身乏力，瘫坐在马桶边，不死心地给裴思然发去消息，让他回来。裴思然在半小时后不耐地回复，苏木婉，念念抑郁了，需要陪伴。你又没病，别和他争。我愣了下，眼神不自主地看向茶几正中间摆的癌症确诊报告单。裴思然刚才在沙发上坐了那么久，竟完全没发现他。那他坐在那的时候在想什么？在想温念念今天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吗？我胃里绞痛，关了手机后几次想站起来都没成功。最终我脱力地晕倒在了冰冷的瓷砖上。闺蜜打电话过来时，已经过了1天1夜。宝宝，今天你生日，裴思然不在家陪你，怎么带着个野女人来会所鬼混？你们闹别扭了？我嗓子哑得出不了声。闺蜜直接将地址发给了我。迷色会所是裴思然当初和我求婚的地方。几年不来，再推开包厢门，入眼的不是当初的粉玫瑰和气球，只有一个经常抑郁症发作的温念念。她脸颊粉红，正跨坐在裴思然腿上，一杯接一杯的喝酒。哥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她甜甜撒娇。裴思然的朋友将他们包裹在中间，疯狂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见我推门进来，这帮人瞬间哑了声。嫂子。有人站起来怯怯喊我，但比我先回应这个称呼的是眼神迷离的温念念。哥哥，大狗好久都没这么叫我了，以后都让他这么叫好不好？
他语气天真又娇嗔，白皙的手指自然而然地从裴思然的下颌摸到胸膛。我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心口突然一酸。我和裴思然是商业联姻，当初为了让他的朋友能接受我，苏家给了他们不少订单。可原来嫂子这称呼是属于温念念的，我现在捡的只是她不要的。抬手捂住因情绪激荡而更加抽痛的胃，我微弯起眼，强撑着露了一抹笑。思然，我今天过生日，回家陪我吃个蛋糕吧。我卑微至极，尽可能地保全裴思然的面子。可裴思然却猛地冷下了脸，他将温念念稳妥地放置在沙发上，随即打发乞丐似的从茶几上拿起一个盒子抛向我。苏木婉，我已经陪你过了8年生日了，错过一次能怎样？你至于追过来吗？盒子砸在我的额角，尖锐的棱角瞬间划破了我的皮肤，猩红的血液将我精心画好的妆晕染成了笑话。我顶着众人同情的目光捡起盒子，还没打开就听到了温念念自以为小声的感叹：哥哥，你送苏小姐我不要的项链，她会不开心吧？我猛然抬眸，温念念立刻反应过来，抱歉地捂住唇：对不起苏小姐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刷哥哥的卡，卖了很多没用的垃圾。我不是针对你，只是怕你不喜欢。温念念面露歉意。我还没说什么，裴思然就将他护在身后，厌恶地横了我一眼。苏木婉，你已经是裴夫人裴墨轩的母亲了，至于还和念念一个病人计较吗？你得到的已经够多了。鲜血流进眼睛，痛得我看不清裴思然的面容。我抬手抹了一下又一下，可视线里的裴思然始终无动于衷。温念念是他的初恋，我让他在初恋面前丢了人，他自然也要把我的脸踩进地里，让我抬不起头。我心底绞痛，气愤地将盒子扔了回去。裴思然，你真当我是妻子吗？我冲出包厢，在走廊里等了许久，一直等到包厢里重新充满欢声笑语，也没见到裴思然的身影。他没追出来，他觉得错过我一次生日不需要遗憾。可我得了癌，生命早已进入倒计时。他今日不替我庆祝生日，以后就只能和温念念一起庆祝我的忌日了。我顶着满脸的血回了家，在主卧的大床上翻来覆去半晌，在天要亮不亮时，亲手煮了一道汤，出发去裴宅见儿子裴墨轩。裴家老宅建在半山腰，近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因为身体不适开了小半天。终于抵达目的地后，我刚打开车门，就听到了裴墨轩稚嫩的呼喊：妈妈，妈妈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绞痛难忍的胃因为天真的儿声缓和不少。我用力眨去眼里的泪意，循声望去，却发现裴墨轩叫的人根本不是我，而是穿着红色紧身裙站在裴思然身边的温念念。妈妈，你上次带我去吃的炸鸡好好吃，我们今天也能去吗？裴墨轩仰面看着温念念，满眼星光。他是裴思然的缩小版，五官性格都同他父亲大差不差。因为裴家的精英教育，我从未在裴墨轩身上看到过像我的那面。可今天我见识到了遗传的可怕。裴思然爱温念念，他的儿子也爱温念念。那我是什么？让他们一家3口不痛快的反派吗？墨轩想吃炸鸡，当然可以。但妈妈今天来，其实是想送你另外一件礼物。温念念故作神秘，惹得裴墨轩不住地朝他撒娇。什么礼物？妈妈你最好了，快告诉我吧。
温念念轻轻一笑，随即从身后拿出了一只毛茸茸的土狗幼崽。墨轩，你喜欢吗？见到狗，裴墨轩的眼睛立刻亮了。他伸手将狗仔小心翼翼地接过来，像抱着名贵瓷器般，紧张的一动也不敢动。妈妈，我真的能养狗吗？苏木婉不许我接触小动物，说我会对它们过敏。难道他一直在骗我？裴墨轩对毛茸茸的狗仔爱不释手，很快就将整张脸都埋进了狗毛里。温念念在一旁看着，状似无意地随口道：“苏木婉不让你养宠物，是怕麻烦。你是男孩子，身体那么强壮的，怎么可能对小动物过敏？放心玩吧。”裴墨轩闻言，兴奋地将狗抱了又抱，亲了又亲，脸上写满了幸福。谢谢妈妈，我最喜欢你了。裴墨轩大笑着和狗玩在一处，但很快狗毛就让他脸上起了密密麻麻的红色疙瘩。他越挠越痒，扯着裴思然想说些什么，但喉咙里只能发出呵呵的怪声。裴思然意识到不对，大喊：“管家！”脸色青紫的裴墨轩却已经因为窒息，猛地将怀里的狗摔在了地上。宝宝，你不是最喜欢小动物了吗？怎么能伤害它呢？在裴思然去找管家时，温念念仿佛什么都没看出来似的，重新将那只狗塞进了裴墨轩怀里。离狗越近，裴墨轩的过敏症状就越严重。眼见他已经控制不住地栽在了地上，我心脏一抽，再也忍不住冲上前去，将裴墨轩抱了起来。苏木婉，你干什么？你凭什么动我儿子？温念念尖叫阻拦。我着急抢救裴墨轩，飞起一脚，直接将他踹到一边。滚开！他是我儿子。裴墨轩可以走路后，裴思然的父母就将他接进老宅，开始了精英教育。他们觉得离母亲太近的孩子会满身毛病，太过娇气。所以我虽是裴墨轩的亲生母亲，却只能每周探望他一次。我不了解裴墨轩的生活，每次见面总是客气的关心和叮嘱，所以裴墨轩不喜欢我。他觉得我无趣、呆板，从不肯叫我妈妈。可刚回国1个月的温念念却凭借炸鸡和小狗得到了他的喜欢。我不想变得极端，强忍住心上的恐惧，一脚油门直接将裴墨轩送到了医院。医生说裴墨轩过敏严重，需要做手术切开气管。我被吓得面色惨白，呆呆地在手术室门口坐了很久，温念念和裴思然才姗姗来迟。温念念一见到我，便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。苏木婉，你继续打我吧。我不知道墨轩过敏会这么严重，我只是觉得他喜欢小狗，不想他童年留遗憾，才送了他一只。如果你一定要怪我，那你就继续打我吧。反正你刚刚已经踢过了。温念念察言察语，十分熟练。我垂眸看他，脑袋里回想裴墨轩窒息到濒死，他还要捉了狗送到他面前的样子。温念念，你真不知道吗？你明明是想要他死。我说着就要抬手，可就在巴掌即将落在温念念脸上时，裴思然一把箍住了我的手腕。苏木婉，你够了！裴墨轩现在什么情况还不清楚，你少泼妇似的胡闹。他疾言厉色，不是为了我们的孩子，而是因为我伤了他的初恋。我望着他，胃里一阵翻涌，手没抽出来，呕吐物却尽数吐到了裴思然身上。裴思然，你是裴墨轩的父亲，温念念不知道他过敏，你也不知道吗？你凭什么由着他胡来？难道他笑一下比裴墨轩一条命还重要吗？裴思然被我骂得哑口无言。
那头，温念念又砰砰磕起了头。苏姐姐，你别怨哥哥，是我害墨轩进了医院，是我该死。你怨我吧，我不活了。他说着，柔弱起身，推开走廊尽头的窗户，就要往下跳。裴思然眼神一变，立刻飞扑去拦。他们一个脆弱不堪，一个深沉包容，拥抱在一起的画面比偶像剧还富有美感。可我只是看着紧闭的手术室，默默祈祷。当初为了怀上裴墨轩，我喝了上千服中药，浑身上下有用的穴位也全被针灸刺了个遍。后来终于有了裴墨轩，医生又说我底子亏空，决心生产很可能一尸两命。为了孩子，我以命相搏，身下烂成一个大洞。可我这么努力生下的孩子，现在进了手术室，不知情况如何。裴思然却在安慰1个月要自杀300次，身上却连一点皮都不曾擦破的初恋，太可笑了。手术室的门终于从里推开，裴墨轩小小一个人，身上盖着长长的白色被单，他脸色惨白。我只看了一眼，泪就不自觉地掉了下来。温念念见状也凑了过来，他捧着裴墨轩的脸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裴墨轩，是我不对，让你受伤了。”裴墨轩拼命摇头，眼里没有半点怨恨。可我却清楚地看见温念念指缝间沾了几根狗毛。滚！别碰他！我又怕又气，一把将温念念推开好远。可裴墨轩见状，却猛地从床上弹起，张口咬住了我的耳朵。他喉咙里不断发出愤怒的低吼，尖利的牙齿就像小狼一样撕扯着我脆弱的耳朵。我痛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但身体却好像石化了似的，难以挪动。裴思然为了温念念为难我，我难受，但算不上痛苦。可现在我自己生出来的孩子也变成了刺向我的尖刀。我眼睫一眨，泪瞬间就掉了下来。周围的医务人员见状，立刻用手段将裴墨轩和我分开。孩子，你糊涂了，这是你妈妈呀！我送裴墨轩来医院时有多着急，这些医生护士有目共睹。可裴墨轩被强掰开嘴后，却还是死死地瞪着我，含糊出声：“贱人，你凭什么推我妈妈？我要杀了你！”裴墨轩的童音里满是仇恨。裴思然将他推进病房后，我还能听到他含糊地高喊：“爸爸，你去和苏木婉离婚。我讨厌她。你和温阿姨结婚，让温阿姨当我妈妈，求你了。”我的血滴答滴答落在地上。裴思然回答了什么，我没听清，但我心里却清晰地涌起了一个念头：我不要裴墨轩了。他和裴思然一样，不配我的真心。他们父子我都不要了。像身后有鬼在追似的，我匆匆回家，打开大包，将我的证件和药瓶装上，就要离开。结婚6年，这个家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我精心打造的。但现在和裴家父子有关的一切，我都不要了。我收拾好东西，正要出门，满面阴沉的裴思然却站在门外，伸手拦住了我。他见我拿着一个大包，认为我是要陪护裴墨轩。裴墨轩不需要你照顾，他讨厌你夺走他的狗，不想和你见面，你就好好待在家里吧，别去惹他心烦。裴思然说完，见我仍旧试图向外走，大手铁钳似的箍住了我的胳膊。苏木婉，你听不懂人话。儿子喜欢温念念，点名要他陪护，不需要你照顾。虽然我没想去看裴墨轩，但裴思然的话还是刺得我浑身发冷。他和裴墨轩似乎从不觉得自己伤人，他
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伤害我的事，我都会无条件原谅。我不会去看裴墨轩的，今天不去，以后也不会去。说着，我将癌症报告单递到裴思然面前，语气淡漠地通知他：裴思然，我本来要和你离婚的，但我要死了，没那么多时间浪费，所以你就耐心等吧。等我死了，你自然可以娶温念念进门。不过你要是实在等不及，每天诅咒我早点死也行，我不在乎。说完，我提步向外，越过裴思然就要离开，可裴思然却死死挡住门口，眼神阴鸷地盯着我。苏沐婉，你闹什么？儿子不喜欢你，又不是我的错，你要发脾气也要找准对象。他不信我病了，匆匆扫了一眼报告，就随意将其丢在一旁。我看着皱巴巴的纸团，感觉我的心也皱巴巴的，难以展开。我病了，但与我同床共枕的丈夫，在面对白纸黑字时，却只把我的痛苦当成跳梁小丑、骗取小费的手段。我苦笑一声，直视他：裴思然，你真觉得我要离婚是因为裴墨轩吗？裴思然不语，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将我打横抱了起来。苏沐婉，你想要关注，我给你。裴墨轩不爱你，我可以再给你个女儿。现在你总该满意了吧？说着，他将我扑倒在床上，疯狗似的吻了下来。如果说我之前把癌症报告单放在明面上，是希望裴思然可以主动发现，然后给我些安慰，那现在我对他是真的不抱任何希望了。裴思然，你给我滚开！我挣扎尖叫，但裴思然却始终死死摁着我不肯松手，似乎是被我白天吐了他一身的事刺激得不轻。我越反抗，他越压迫，不断俯身下来，试图软化我的态度。我激烈地偏过头，找准机会猛地扇了他一个耳光。滚！裴思然，你让我恶心！等我死后做了鬼，我一定第一个来索你的命！我声嘶力竭，裴思然的眉头也皱得死紧。苏沐婉，我现在给你台阶下，你不下，你以后最好别后悔。裴思然摔门离去，我强撑着从床上爬起，抓起车钥匙也下了楼。确诊癌症后，我曾无意点开一条推文，文章里说，林市郊区里藏着一个寺庙，那庙能助人斩断孽缘，走得干干净净。原本我只是匆匆一瞥，事到如今，那庙却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。裴思然让我恶心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想和他彻底撇清关系。我开车上了高速，可就在我即将到达寺庙时，一辆失控的货车猛地朝我撞了过来。我紧急避让，可车头撞上岩壁的那刻，我还是在一瞬间失去了意识。等我再醒来，空气中满是消毒水的气味，而我的竹马岩石绝正坐在我的床边，憔悴又专注地望着我。我望着他英俊的脸庞，张了张口，心底莫名涌上了失而复得的感觉。岩石觉，外面很辛苦吗？怎么才3个月，你就老了这么多呀？岩石觉是我邻居家的哥哥，也是爷爷替我定下的准老公。在他面前，我一向有什么说什么，可一向纵容我的岩石觉听到这句感叹，却瞬间红了眼眶。婉婉，你说什么？很少见到这么脆弱。我摸了摸他的脸颊，轻声感叹：岩石觉，我不过就是崴了个脚，你不至于要哭吧？婉婉，车祸让我的记忆回到了19岁。19岁那年，严石觉被严伯父送去国外的战场，见识真刀真枪。3个月的时间，我每天都在想他。
他终于回国后，我为了替他庆祝，爬上了长在我们两家中间的桃树，替他摘了一颗我们幼时共同种下的桃子。但我从树上下来时没站稳，崴了脚。我以为此刻我出现在医院是严石觉送我来的，可医生却说：“苏女士，你出车祸后昏迷了10天，还损失了一部分记忆。您现在感觉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车祸？19岁的我还不会开车。听到这些话，我并不觉得可怕，反而仰着脸去看严石觉。严石觉，虽然我忘了好多事，但我们应该还是结婚了吧？医院味道太大了，你带我回家吧。说着，我不等严石觉回答，直接跳到了他的背上。严石觉，你背我走。这在我和严石觉之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。可我趴在他背上时，他的身体却陡然变得很僵。婉婉，他喉间紧塞，正想和我说些什么，我眼前便闪过一道白光。一个满脸愤怒的小男孩正不停地拿着闪光灯对我们拍照。我看着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，心头一塞，不自觉感到烦闷。正要开口撵人，牵着小男孩的女人就开了口：“苏姐姐，你骗思然说你快死了，现在又在这儿和其他男人厮混，你这样就不怕思然和墨轩伤心吗？”他看着我笑，但眼底翻涌的情绪却似毒蛇般阴冷。我看着他，感到了一种没来由的仇恨，所以说话时也很不客气。你刚才叫我姐姐，你比我老这么多，还这样叫我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女人被我噎得一愣，他身侧的小男孩却炮弹似的窜出来，猛地撞在了严石觉腿上。苏木婉，你下来！你和别的男人这么亲近，我让爸爸打死你！那小孩眼眶通红，看我的眼神又怨又恨。我的记忆里没有他，所以顿了顿，凑在严石觉耳边，小声问：他们是哪里跑出来的精神病？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严石觉原本冷肃的神情因为我变得柔软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将我往背上又拖了拖，绕过那孩子就要带我离开。不要理他，咱们回家。他声音悦耳。我挠了挠发烫的耳朵，乖乖点头。那小孩却又冲上来，拽着我的裙摆，大声指责：苏木婉，我在和你说话，你怎么能不理我？你以前从来没有不理我的。他受不了我的无视，就好像我以前曾对他百依百顺，可我根本不认识他呀。我为什么要回应他？我冷着脸，不耐烦地将自己的裙摆从他手里扯了回来，对着门口的女人道：这是你儿子吧？你赶紧把他带走，我讨厌他。我说完，站在门口的女人没有动，刚刚还小霸王似的男孩却红了眼眶。苏木婉，你说谁是我的妈妈？我懒得和不认识的人纠缠，催促严石觉快带我回家。我的记忆停留在19岁，正是爱吃爱玩的年纪。周二，我最爱的歌手来市里开演唱会，我央求严石觉带我一起去。严石觉眼底虽然有担忧，但最后还是拧不过我，同意了。演唱会现场热闹非凡，可就在我们玩得尽兴，准备离开时，一辆豪车猛地堵在了我们面前。我被吓了一跳，被严石觉紧紧护着，还是发出了一声低呼。我眉头皱起，想冲上去和司机理论，但不等我开口，一个男人便神情阴鸷地从车上走了下来。他眼睛猩红，目光扫过我抓着严石觉衣角的手，脸色瞬间变得更僵。苏木婉，你不是得了胃癌，要死了吗？你就是这么等死的？男人开口就是质问。我望着他那张熟悉的脸，感觉脑袋里闪过了某些画面。
正要仔细去想，那日在医院里无理至极的小男孩也从车上跳了下来。他望着我，眼神得意洋洋地拉住男人的手。爸爸，苏木婉上次骂我，还装不认识我。你快让他给我道歉。他们一大一小，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我望着他们，心里的不快飞速增加，满脸厌恶地拉着严时觉连退几步，才觉得可以勉强呼吸。严时觉，他们是谁呀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对父子的存在让我喘不过气，所以对严时觉说话时眼神更加依赖。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错，可不远处的男人却因此面色铁青。苏木婉，这么多天你也该闹够了，现在就跟我回家。你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，没资格继续和老情人搅在一起。他说着，将那小男孩朝我狠狠一推，想用这种方式唤起我的良知，但他力气太大，那小孩站立不稳，膝盖摔在地上，皮肤瞬间就溢出了血珠。好疼！男孩大声呼喊，眼泪和血一起往下流。我望着这荒诞的一幕，心底没什么波动。倒是那小男孩见我无动于衷，主动擦了眼泪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小心翼翼地拉住了我的手。妈妈，我也可以不要你道歉，你快和我一起回家吧。吵闹又不讲理的男孩管我叫妈，我心一颤，甩开他的手。你神经病吗？到处认妈。我心里年龄才19，不认为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孩子，所以脸上的惊恐和厌恶几乎难以掩盖。那孩子大概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，眼睫一眨，倔强伤心的泪瞬间滚了下来。苏木婉，你不就是想要我和爸爸服软吗？现在我们都不理温阿姨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满意？他大声叫嚷着，满脸不满，眼神却一直落在我脸上，似乎想要看到我因为他的话有所动容。可我不明白他说的和我有什么关系，更不相信自己会生下这种小孩。在男孩不停的抱怨下，我主动点脚吻在了严时觉的脸上。我不是你妈，也不是你爸爸的妻子，我有爱人。你们别再烦我了。我声音冷硬，但再冷，因为心里年龄不大，面上也一片纯真。那男孩被我吓住，他的父亲也同样将拳捏得死紧。苏木婉，这才是你的目的吧？你说的癌症是假的，吃念念的醋也是假的，你根本就是想找机会离婚，然后和你的老情人在一起。男人脸上的不悦几乎凝成实质，他上前拉我，像地狱里走出来的魔鬼般，浑身戾气。但不等他触碰到我，严时觉已经一拳挥在了他脸上。裴思然，你折磨了婉婉这么多年还不够吗？现在我回来了，你以后别想再碰他。严时觉是上过战场的男人，我不认为他会输。但让我震惊的是，裴思然竟然不落下风，他们拳拳到肉，野兽般厮打在一起。我看得担忧，但严时觉取得上风时，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替他鼓掌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打他。他这种垃圾男人，我怎么可能会给他生孩子？严时觉，你要打得他再也不敢诋毁我。我在一旁为严时觉加油助威，急得不停哭嚎的小男孩见状，眼泪一下就不流了。他在手表上操作了几下，上次在医院挑衅我的女人很快赶了过来。苏木婉，哥哥为了你和野男人打架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他声音尖利，见裴思然被严时觉制服，扑上去就要帮忙。我眼疾手快地将他拉开，谁曾想他立刻抓着我的头发，扇了我一耳光。
苏木婉，看着2个男人为你打起来，你很得意是吧？脸颊胀痛，我头昏脑胀地直起身，觉得自己应该反击，但我刚踉跄着朝前走了一步，男孩就在裴思然的嘶吼声中猛地朝我撞了过来。裴思然，裴墨轩，裴墨轩，不许你伤害温阿姨！2道声音同时响起。下一瞬，我低头看着一头撞在我腹部的男孩，喉咙里血腥气上冲，眼前一黑，当即就没了意识。我感觉我的胃很痛，从未有过的痛，但比胃更痛的是我的心。你刚刚还叫我妈妈，你就是这么对你妈妈的吗？我用最后的力气质问裴墨轩，随即整个人倒在严石觉怀里，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在那之前，我看到裴思然给了裴墨轩一个耳光。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爸爸，我没想到。他们一大一小2张脸上是同样的苍白，他们看上去很在意我。可他们如果真的在意我，那个和他们不清不楚的温念念，为什么会常常在他们身边？病人胃癌的情况很严重，除了治疗，还要保证情绪稳定。你们不是他的家属吗？你们就是这么照顾病人的？医生的质问让裴思然和裴墨轩抬不起头。我用力眨了眨眼，在一阵儿眩晕后不解出声，谁得了胃癌？我没有那部分记忆，语气轻快。向来眼高于顶的裴思然却因此白了脸。苏木婉，他朝我走来，但在那之前，我叫了严石觉的名字。严石觉，你陪陪我。严石觉循声撞开裴思然的肩，眼眶赤红地走到我面前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是我回来的太晚了。他看我的眼神充满怜惜和深情，但他没有赶走裴思然，或者说裴思然是赶不走的，他真的是我的丈夫和家人。沉默良久，我在开口时，整个人都在抖。严石觉，你为什么没有娶我？你真的让我给那种人生了孩子，是吗？严石觉看我的眼神哀痛极了，但他没有解释，只是握住冰冷的输液管，替我暖着即将进入我体内的药液。婉婉，别再想过去的事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。他看上去比我更脆弱，就好像我如果要继续刨根问底，他会比我更早碎掉。所以我不再追问，只配合医生按时检查，按时输液，按时休息，做一个合格的病人。但我安静了，裴思然父子却像中了邪。严石觉安排的保镖不许他们靠近我，他们就常常站在我病房楼下。我每日给阳台上的绿植浇水时，他们一大一小会站在我可以看见的位置对我招手。那个孩子明明那样恨我，但自从知道我得了癌，很可能活不过今年时，他的眼眶却总是红肿湿润的。妈妈，对不起。火红的玫瑰被剪掉枝叶，只留花瓣，歪歪扭扭地在地上摆成几个字。裴墨轩站在那几个字中间，仰着稚嫩的小脸看我。他道歉，态度诚恳，风雨无阻，但我觉得没必要。他单方面叫的妈妈，我不认。或许以前的我在意过这个称呼，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这是个负担，一个我看了就想甩掉的负担。几天后，国内外的专家给我出了一版治疗方案，他们建议我切掉一部分的胃，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让我的生命尽可能的延续。虽然手术成功的概率只有50%，但他们还是建议我尝试。严石觉听了这个方案，指尖抖得厉害，开口时声音也有些沙哑。手术签字需要谁来？医生回答：伴侣、
亲人都可以。严师觉听了这个答案，额角的青筋跳了跳，周身的气压变得更低。他缓了很长时间，才走到我面前，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婉婉，我没法给你签字，得让裴思然来。他不喜欢裴思然，我也一样。病房内的光线在夜里变得刺眼。我望着眼前的严师觉，歪了歪头，正想说些什么，心头突然涌上一阵不好的预感。从我出车祸失忆到胃癌住院，已经快1个月了。这1个月里，我没接到过爸妈的消息，更没和他们见面。现在手术将至，严师觉寄希望于裴思然来帮我签字，而不是通知我的父母。我凝望严师觉片刻，突然就懂了，我已经没有双亲了。这或许就是裴思然嘴脸丑恶，我却还是为他生下后代的原因吧。我想静一静，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严师觉走后，我打开手机，疯狂翻找苏轼过去几年的新闻。将近2小时的疯狂阅读，让我又哭又笑。确认自己可以接受这一切后，我抖着手给裴思然拨去了电话。咱们见一面吧，我有话和你说。电话那边，裴思然的声音比我更抖。木婉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了。他像是觉得开心，迫不及待地和我约定了时间地点。到了约定那日，我提前前往，可坐在位置上等我的却不是裴思然，而是许久不见的温念念。见到我，他脸色难看，恨不得扑上来直接生撕了我。苏木婉，你真是阴魂不散！你一个要死的人，凭什么勾引裴思然？你知不知道他是我的，是我先和他在一起的。温念念狰狞的脸色和理直气壮的语气，像极了受害者。但我只是翻出几张照片，平静地递到他面前。温念念，你和裴思然的事与我无关。当年你们分手是你提的，这些年你也过得很快乐，但我的家庭却因为你生出嫌隙。你凭什么觉得你有资格欺负我？温念念是个小镇女孩，裴思然爱她，裴母却强烈反对他们在一起。后来温念念扛不住压力，选择拿着裴思然妈妈给的钱出国留学。她出国的第3周，我和裴思然办了婚礼。这样快的速度震惊了整个圈子，所以很多人觉得是我勾引了裴思然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裴夫人的位置。可其实温念念拿到裴母钱的当天，就找了几个男人和她玩乐。她从头到尾图的一直是钱，出国留学也只不过是她要钱的手段。此刻，我将她在国外和各式男人搅和在一起，不堪入目的照片放在她面前。温念念面色微白，但还是很快笑了起来。苏木婉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浪费时间查这些。你一个快死的人，今天能勾引裴思然，死了之后也能吗？他注定是要和我在一起的。他话说到一半，一只蛋糕猛地砸在他脸上。我顺着蛋糕来的方向回头，只见裴思然和裴墨轩站在那里，一大一小的2张脸同样阴沉，似乎已经站了很久，一片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中。裴思然主动走到桌子旁，拿起了我放在温念念面前的照片。温念念，原来你这么会玩，你这么会玩的人，竟然也会得抑郁症吗？裴思然的眼中充满怀疑。温念念被他问得一怔，身子瞬间抖得像筛糠。裴思然讨厌欺骗，骗过他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，他当然不会例外。哥哥，我是真的病了，你怎么能因为过去的事不相信我？既然你不信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说着，他伸手拉住了裴思然的袖子。
可裴思然只是冷静地看着他。温念念，你回国后，我一直当你是朋友。朋友病了，我应该照顾。但苏木婉是我夫人，无论你是否病了，你都不该这样对她说话。他给这段关系下了定义。温念念却根本不信。朋友？他直视着裴思然的眼睛，不甘道：思然哥哥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，还让墨轩叫我妈妈，怎么可能只当我是朋友？你明明忘不掉我，明明他有许多话想说。裴思然却已经没了耐心，他挥挥手，让他的司机拉走了温念念，几乎是毫不留情地说：温念念，我没有忘不了你，我只是觉得你倒贴上来的样子很丑，想多看看而已。温念念瞬间哑然，输得彻底。裴思然处理温念念时毫不留情，但对上我，他轻咳几声，脸上浮起了浓重的紧张。苏木婉，你刚刚也听到了，我和他真的没什么纠葛，我只是一时失误，才因他忽略了你，现在我知道错了。你能不能……他紧张的前倾，试图握住我的手。一旁的裴墨轩也期盼地看着我，热切地等我回应。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突然在乎我了。我只是平静地从包里掏出离婚协议，朝裴思然推了过去。你和我解释这些干什么？我又不记得。我今天来是和你谈离婚的。咱们结婚6年，我不要孩子，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份钱。你签字吧。裴思然似乎没想到我约他出来是为了这个，他眼睛微微睁大，手背瞬间绷紧了青筋。我不同意。苏木婉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，就这样离婚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他随意地将我的离婚协议书揉皱了扔在一边。我看着那个纸团笑了笑，脑袋里突然就出现了几个画面。裴思然，你上次揉皱的是我的癌症报告单吧？裴思然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。对不起，木婉。他匆匆将离婚协议展开，可眼神还是一样执拗。老婆，咱们结婚6年，相处的一直很好，你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给我判死刑。我不同意离婚，你看在裴墨轩的面子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他诚恳道歉。一旁的裴墨轩也有样学样。妈妈，我不想当没妈的孩子，你不要抛下我。他眼睛漆黑，里面漫着厚厚的泪意。但我只觉得可笑。裴墨轩，愿意照顾你的妈妈早就在那场车祸里死掉了。就算她没死，你为了温念念用头撞她时，她也对你没感情了。你把人的心伤透了，留下一个空壳有什么用？还是赶紧离了吧。如果你们需要新老婆和新妈，可以再找别人啊。我的语气波澜不惊。裴墨轩却听得整张脸都皱在了一起。妈妈，只有你真的对我好，求求你不要抛下我。温念念给我小狗，她不是真的爱我。只有你给我熬汤，每周来见我。妈妈，她和裴思然还想再说什么？但我真的懒得继续看鳄鱼的眼泪了。我将当年我和裴思然结婚时的新闻报纸放在裴思然面前，彻底沉了脸。裴思然，6年前你不爱我，不给我脸面，让我作为新娘一个人完成婚礼。现在你又挽留我，让我一个癌症病人因为你没法顺利手术。你真就那么恨我吗？裴思然看着当年的新闻报道，彻底沉默了。6年前，我父母因飞机失事同时离世。我为了保全苏氏集团，选择和不那么狮子大开口的裴家联姻。那时，裴思然对温念念旧情难忘，让我一个新娘孤孤单单地走完了整个仪式。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。现在
我要离婚。他又说，我们这些年相处得很好，我离开他后会后悔。可白纸黑字写在这里，裴思然明明6年前也对我很差，他这样的人不值得我留恋。离婚吧，裴思然。我顿了顿，再次开口，19岁的苏木婉需要自由，你以前没给的，现在该还了。裴思然最终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，裴墨轩因此哭到昏厥，彻底成了没妈的小孩。我赶回医院后，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手术单上签了字。严时觉站在我身侧，固执地陪伴着。他想和我说些什么，但我已经失望到无法和他对话了。当年在苏家最需要帮助时，严家率先背叛了2家的约定，抢走了苏氏的项目。严家不要合作，要吞并。严时觉人在国外，我作为未婚妻联系不上他。作为即将被他家公司吞并的公司负责人，我怨恨他。严家爸妈是把我推向裴思然的恶人，我做不到不迁怒严时觉，所以我只能无视他。手术当天，裴思然和裴墨轩不顾驱赶，再次出现在了我面前。苏木婉，我其实早就爱上你了，但你心里有别人，所以我才一直若即若离。等你手术成功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赎罪好不好？裴思然眼窝深陷，裴墨轩满脸紧张。我望着他们，也望了一眼严时觉，嘴角微勾，什么都没说。我想，我是必须活下去的。这个世界对我太坏，如果我死在手术室里，会有许多人排着队假惺惺的在我墓碑前说抱歉。我不要廉价的抱歉，我要活下去，活得比所有背叛我的人更久更好。手术持续了很久，我终于清醒过来后，耳边是轻轻的海浪声。我的人按照我的要求，将我送到了海岛养伤。与此同时，苏家和裴家离婚的消息也传遍了整个京市。我利落地和裴家的一切做了分割。写给记者的新闻稿里，虽然一字不提温念念，但裴思然的风流往事还是被好事的网友扒了出来。被母亲逼走的初恋，被他迁怒的新娘，被生母丢下的儿子，桩桩件件加起来，裴思然这个名字很快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妈宝男的代名词。裴思然那么骄傲的人，因此被骂得抬不起头。严时觉又在这时加了一把火，他抢走了裴家几个客户，又将单子转给了我名下的公司。严时觉觉得对不起我，同单子一并转给我的，还有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。他在信里说，当年苏氏出事时，他人在国外，被全面封锁了消息。如果他早点知道，他一定会回国带我私奔。私奔，挺美好，但也证明，直到6年后的今天，他也没想过和他的父母分割。他是严家的儿子，身上流着严家人的血，他要替父母赎罪，而我要替父母记恨。我们此生注定无法走到一起，这是命，我已然释怀。至于严时觉的赔偿，我也因此收得安稳。3年后，我在意大利参加一个行业会议，会议的主办方和我合作多年。我们熟络地聊天时，一个小女孩高举着一块蛋糕站在了我身边。妈妈，你吃。她小小的眼人里满是我的影子。我顿了顿，弯腰将蛋糕接过来，爱怜地在她头上揉了一把。谢谢田宝宝。苏田是我前年在战区捡的孤儿，他的国家遭遇战争，无数孩子流离失所。我为了赚钱，冒险前往签下大单，在回程的路上遇到了这个孩子。他那时伤口溃烂，
人还醒着，老鹰就已经俯冲下来，试图将他叼走。我于心不忍，便将他带了回来。现在他在我身边2年，已经接受了自己父母去世的事实。对上我时，也总是尊敬和崇拜。我今晚没来得及吃饭，他忙里忙外地给我递了不少吃的，才终于在我身边坐下来。妈妈，你认识那个人吗？他为什么一直看着你？他肉乎乎的手指向角落里的男人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不等认出那人是谁，一个男孩便已经冲到我们面前，重重地将他推到了一边。她是我妈妈，我不许你这么叫她。裴墨轩像受伤的小豹子，难以接受属于自己的领地被别人霸占，而我养出来的女孩毫不吃亏。几乎是在裴墨轩推她的瞬间，便反手用一把小刀划开了裴墨轩的手腕。你凭什么说她是你的妈妈？你给她倒过水，做过沙拉，保护过她吗？裴墨轩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察觉到手腕刺痛时，血液已经在地上聚成一滩。苏田比他小2岁，对他扬起下巴时，语气却得意极了。如果这是在战区，你早就死了，而我会是那个可以保护妈妈的人，你根本不配做妈妈的孩子。裴墨轩面色惨白地向我投来视线，他长大了不少，但人品还是和我当初离开时一样不堪。这3年，我的记忆在一点点恢复，不多，但赐他们一句足够。裴思然，你家崇尚的精英教育，看上去问题好大。你真要把儿子养成翻版的你吗？男人从男孩身后走出，一大一小2双赤红的双眼，在对上我如今金光闪闪的裙摆时，同时暗淡无光。抱歉，是我们不该打扰你。我淡笑，不以为意。反而是身边的小姑娘用力地朝他们吐了吐舌头。知道了还不快滚！看你们一眼就会气。裴思然和裴墨轩离开时，背影里满是不甘。我不会让过去的事打扰如今的好心情。但目光挪向柱子后藏着的岩石蕨时，嘴角还是微微勾起一个弧度。他和裴家父子一样，愚蠢轻浮，都是2流货色，而我值得这世上更好的一切。事情谈完了，我牵起小姑娘的手，提起裙摆向外走去时，隐约听到了水晶杯被捏碎的声音。听方位，杯子是岩石蕨弄碎的，她一定受伤了，但那和我无关。我不会回头，我要灿烂的未来和广阔的自由。而那些辜负过我的人，永远都不配得到我的原谅。全剧终。